不论是硬的科技还是软的体验，折叠的各种面向，邦尼已经跟大家聊了蛮多了。不论是 Galaxy Fold 或者 Z Flip， 每一次的技术进展走入大家手中，总是会迎来各种面向的大量讨论。不过在 Fold 跟 Z Flip 两款产品中，三星都透过了更准确的目标群众，让折叠这个新技术更容易走进目标群众的选择之内。而你要说折叠手机都很贵吗？绝对是，但贵从来不是它的缺点，而是Galaxy Z Flip 5G 就是 Z Flip 的 5G 版本，在外观上迎来了全新的雾面处理，并且在细节上有着微小调整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性能上采用了目前最新的 Snapdragon 865 Plus 旗舰的 SoC。我们一样从外观看起，在外观设计上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。Z Flip 系列是采用上下开合的折叠机种，拥有无段式转轴，打开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停留在各种角度。而机身上下则是有磁铁能够固定开合。这次 Z Flip 5G 在外观上最大的改变就是颜色，共有灰、金两色，两者都采用了雾面磨砂的表面处理，更不容易在表面留下指纹，并且在不同角度的变化下，雾面的表面处理跟玻璃曲面的光影流动还是非常自然且质感满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灰金两色在正面小萤幕采用的都是黑色的表面处理，并且覆盖了雾面涂层。不过说回来，这次两个颜色其实都非常值得一看。相较起在成色上更加亮眼大方的 Z Flip 5G 磨砂的表面处理，除了质感上依旧亮眼，商务感也来得更足，应对各种场合也显得更加利落。灰金两色在选色上也都更为中性。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三星在 Z Flip 5G 上再次描绘了目标族群的轮廓，让 Z Flip 5G 不论在各种场景都能自然呈现。毕竟对大部分使用 Z Flip 5G 的用户来说，拿在手上所表现的各种细节更为重要，而折叠的小体积，不论是口袋或是小包，都更容易收纳。除此之外，外观还有一个小改变，就是在正面边框的周围包覆了跟机身一致的亮面饰条。而这个小改变，则是能够在视觉上让正面的边框再小上一圈。机身配置上，按键集中在右侧，采用实体指纹辨识结合电源开关的按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音量按键会随着萤幕开合进行上下的自动切换，不需要变换使用逻辑。简单来说，不论是打开或是合起来，只要在机身顶部的就是音量调大，在使用逻辑上还是直觉的。SIM 卡卡槽在机身左侧，采用单张实体 SIM 卡设计，底部有 Type-C 传输接孔，不具有 3.5mm 耳机接孔，也不支援防水。随附配件部分，提供了包含 AKG 耳机、15瓦闪电快充，以及出厂时就已经贴好的保护贴，没有随附保护壳。Galaxy Z Flip 5G 除了外观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这块可以折叠的萤幕。Z Flip 5G 采用的是 6.7 寸 21.9:9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欧极限折叠萤幕，萤幕依旧是稳稳的旗舰规格，技术上支援100% DCI-P3 色域 HDR10 Plus， 峰值亮度达到1100尼特，显示效果就是旗舰表现，不用担心。不过不支援120赫兹，放到现在来看，确实稍微可惜。正面萤幕支援打开下的 Always On Display， 机背则是有一块 1.1 寸的 Super AMOLED 前置快捷视窗，而折叠的体验究竟如何？我们一个一个细细来说。在一般使用上，基本就跟一般萤幕没有太大差异。许多朋友关心的，在横向握持，例如玩手游时，会不会因为折叠的机构而拿得不稳？答案是不会。这次三星的隐藏式铰链在机构上还是非常稳，在横向握持两侧时，能够非常稳定的保持平面。对于一般手游集中在两侧的使用体验来说，应该完全不成问题。在一般力道下上下甩动手机，机构也不会有明显松动，算是相对可靠。而大家关心的折痕虽然依旧存在，不过就如同邦尼所说，
点亮萤幕时，从正面，也就是你自己，其实是看不到的。但这个问题就是见仁见智，能不能接受，还是推荐大家直接看实机。既然一般使用下跟过往差异不大，那就来说说正面这一块折叠萤幕的附加功能吧。首先，当然就是可以简单的立在任何平面之上，搭配上三星的 Flex Mode， 能够在手机半折叠时，自动将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。例如，在相机界面中进行折叠，系统就会自动切换成预览画面在上，功能列在下的模式。接着随性放在平面进行自拍，或是用主镜头进行缩时录影等等。你也可以点击下方的黑色空白处，界面就会变成预览画面在下方，功能在上方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玩法，只要把手机反着拿，你就可以透过俯视的角度进行拍摄。对于拍摄桌上的食物真的非常实用，因为你的人不需要站起来，就可以直接平行看到画面，也就不会把整片光源挡住，造成拍出来的食物都是各种阴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反着拿时，虽然相机界面不会跟着反转，但是拍出来的相片会跟你眼睛看到的画面一致，所以不用再次反转，使用上是直觉的。顺带一提，目前 Flex Mode 在第三方相机 Snow、B612、Soda、Candy Camera 等也能使用，而 Flex Mode 也可以应用在媒体浏览器。比较特别的是 YouTube， 立在桌上看影片时，系统就会自动切换成上半部影片，下半部显示留言的形式。而长萤幕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多工，直接滑开侧面萤幕面板，就可以拖拉应用程式进行多工处理，上方观看 YouTube， 下方滑 Facebook 也没问题。顺带一提，因为 Z Flip 5G 有实体指纹辨识，推荐大家可以开启指纹辨识器手势，向下滑动指纹辨识器就能拉下通知面板跟控制中心，向上就能收回，对于单手使用来说非常方便。最后是萤幕表面材质 ，Galaxy Z Flip 5G 采用的是 UTG 超薄的可折式玻璃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在 UTG 超薄可折式玻璃上，三星还覆盖了一层塑胶材质的保护层。透过保护层跟超薄玻璃的组合，除了可以增加一定的表面韧性外，也让萤幕使用时的触感上更接近一般手机玻璃的硬式表面。并且在保护层下的 UTG 超薄可折式玻璃，则是可以在意外发生时，一定程度的避免直接伤害到显示器。所以整体来说 ，UTG 超薄可折式玻璃能够让萤幕表面触感更硬且平直，提供更接近一般玻璃萤幕的触控体验，耐用性也有所提升。不过最接近外层的依旧是塑胶片，大力用指甲按压还是会有痕迹留下，所以这次 Z Flip 5G 在出厂时还贴上了一层保护贴。整体而言，在一般使用下，当然还是建议小心一点，但其实也没有这么不稳，在一般收纳时也还有折叠的天生防护。接着就是这块小萤幕啦，除了可以轻触两下显示时间、电量等资讯外，向左滑就可以查看通知，文字也会以跑马灯的形式呈现，而向右滑则是可以控制媒体播放，例如 YouTube 背景播放、音乐等等。平时放在桌上外放音乐时也能直接控制，充电时也会显示还需要多久完成充电，开机时也会同步亮起 Galaxy Z Flip 5G 的 logo。此外，快速的按两下电源键就能直接启动相机进行自拍，左右滑动可以快速切换镜头，比5就可以启动拍照。翻开后也能无缝直接进入相机界面。外放上会是 Z Flip 5G 稍微可惜的地方，采用的是底部单喇叭，在表现上以单喇叭的机种来说，算体验非常不错。但不论如何，还是不及双喇叭。音效上支援耳机可以启用的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以及 UHQA 超高音质。Galaxy Z Flip 5G 搭载最新的 Qualcomm Snapdragon 865 Plus 5G 旗舰行动平台，搭配 8GB 的 RAM 以及256GB 的 ROM。安兔兔跑分测试达到592915分，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，更多实测结果也可以在 eSpotting.com 上找到所有数据。整体来说 ，Galaxy Z Flip 5G 就是旗舰性能，应付各种场景，基本不用担心。而在高效能运行时，发热主要集中在上半部，下半部基本维持常温。续航部分 ，Z Flip 5G 搭载3300毫安时电池
容量不算大，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12小时50分。对日常使用来说，一天一充其实没有太大问题。而在充电部分，则是支援有线15瓦省电快充、9瓦的无线闪充，并且支援无线电力分享。充电区块在机身下半部，可以帮支援器标准的装置进行反向充电，不过没有采用25瓦有线快充，稍微可惜。系统上支援 Samsung Pay， 以及依旧是最好用没有之一的 Samsung Pay 悠游卡。关于 Samsung Pay 悠游卡的详细介绍，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观看完整内容。而 NFC 的位置则是在机身下半部，也就是合起来的背面。在通讯性能上 ，Galaxy Z Flip 5G 支援 5G NSA Sub 6，频段组合则是 N1、N28、N78， 大家可以对应一下所属电信。而在 4G LTE 上，则是支援最高5CA， 同样支援 WiFi 6。而在 5G 机种的选购建议上，还是一样的思路。如果正好目前要换机，直上 5G 机种会是更好的选择。在旗舰定位的机种当中，算是附加的功能，在未来方案改变时，也能有更大的弹性。那是否在现阶段申办 5G 方案，还是邦尼每次说的，先申请各家电信的 5G 体验卡，接着在平常的生活圈实际体验最准确。真物安全辨识上 ，Z Flip 5G 支援脸部以及实体指纹辨识的组合。脸部辨识在打开手机时就会进行辨识，而实体指纹辨识已经相当成熟，毋庸置疑，就是快也更稳。相机部分 ，Galaxy Z Flip 5G 搭载双镜头模组，由左到右分别是 f2.2 1200万画素123度超广角镜头，以及 f1.8 1200万画素主镜头，采用 Dual Pixel， 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。正面则是采用 f2.4 1000万画素自拍镜头。功能上同样有一键拍录。景深即时预览，以及夜间缩时录影，同时支援快门最长30秒的专业模式，以及具有类似峰值对焦的专业录影模式。以下帮你也提供几组样张。以下帮你也提供自拍样张供大家参考。夜拍部分 ，Galaxy Z Flip 5G 同样有夜间模式，主镜头、超广角镜头以及自拍都支援夜间模式。以下帮你也提供几组样张供大家参考。而在录影上，前后镜头都支援最高 4K 60fps 录影，以及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手震。最后帮你也提供一组在快速奔跑时开启 Super Steady 超稳定动态摄影的样片。整体来说 ，Galaxy Z Flip 5G 还是一款目标族群非常明确的机种。技术上，同样在有限的折叠空间中，尽可能加入更多硬体，采用目前最佳之选 Snapdragon 865 Plus， 并且支援 5G。在各项基础体验的表现，基本上不用担心。而在外观设计上，依旧是 Z Flip 系列最重要的优先级。就跟大多数注重细节的产品相似，因为喜欢而购买 Z Flip 系列还是最重要的，并且尽可能在特色跟实用间取得平衡。在这次的 Z Flip 5G 版本中，三星在外观设计上善用了不少高亮跟雾面的元素组合，实际机身质感还是非常强，尤其是这次新的铜金配色，真的好看。
邦尼认为，对于 Z Flip 5G 这款外观亮点更重要的机种来说，确实达到了三星想要的精致以及细腻的细节处理。不论是否入手，邦尼都蛮推荐大家现场看看这次 Z Flip 5G 的时机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